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聊聊最近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科技巨头 Meta 公司，看看为什么查理认为 Meta 的股价在未来3个月内会有超过20%的暴涨潜力。同时，我们还会更新一下 CRI 投资组合最新的持仓变化，特别是在10月1日，查理卖掉了大部分李来的股票，在短短6周内锁定了30%的短期收益。此外，有哪些股票目前还处在价值洼地，值得我们在起飞之前投资布局？如果您想追踪专业的美股投资动态，请订阅查理斯木，为您带来超越市场的表现。好，让我们先来看看 Meta 的股票在2025年的走势。可以看到，虽然它的 YTD 年收益还不错，有20%，和 QQQ、VGT 等科技指数的表现相当接近。然而，Meta 的股价其实早在今年2月中旬就已经冲到过$710以上的位置。而自从美股大盘在第二季度 V 型反弹以来，Meta 的股价可以说是高开低走。虽然它的价格从4月下旬到6月底，在短短2个月内暴涨了50%，但是随后的3个月，Meta 陷入了横盘整理的状态。截止到10月2日，Meta 的价格收在$727，比6月30日$738的位置还低了一些。那么，现在是否是买入这家科技巨头的好时机？Meta 的股票近期能否重新向上突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查理专门整理了一下 Meta 公司最近的新动作。就在10月1日，Meta 宣布对其隐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它会从2025年12月16日开始，利用用户和 AI 功能的互动，来个性化其社交软件的内容，并在 Facebook、Instagram 等平台上投放定向广告。从战略上看，这个变化非常有利于 Meta 收入的增长。首先，它会让 Meta 的广告定向更精确，提高用户的点击率和转化率。那么广告商就非常愿意在 Meta 的平台上投入更多的预算资源，因为 Meta 广告的价值会显著提高。同时，除了广告之外，AI 互动还会用于个性化推荐，包括 Reels 和 Posts 等等。当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看到更多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时，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用在刷手机 APP 上。那么，Meta 就可以给用户展示更多的广告，直接提高了广告的总曝光率。这毫无疑问是 AI 应用端的成功落地，让 Meta 能够更高效的赚钱手段，将非常利好公司股价的表现。此外，Meta 也逐渐开始对 WhatsApp 这个王牌应用实现盈利。当然，WhatsApp 是纯聊天类的软件，它的盈利模式和脸书、Instagram 的广告业务有所不同，主要基于商业服务，而不是个人聊天数据。目前，WhatsApp 广告的最大收入来源就是通过广告商在脸书和 Instagram 上投放广告，但其行动号召按钮是发送信息到 WhatsApp。那这种操作就直接将 Meta 的广告系统与 WhatsApp 的客户沟通功能结合在了一起，这样就可以为商家提供高质量的潜在客户以及更高的转化率。除此之外，商家使用 WhatsApp 平台进行客户服务、发送订单、推送促销活动等，Meta 也会根据不同类别的对话向这些商家收取费用。可以这么说啊，WhatsApp 在未来2年内将成为 Meta 极其重要的收入增长引擎。当然，为了开发 AI 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Meta 最近也是下了血本。在今年7月，Meta 用高达上亿美元年薪的大包，从苹果挖走了 AI 模型的团队负责人。同时，扎克伯格还宣布成立 Super Intelligence 超智能部门，并以极具诱惑力的签约奖金从 OpenAI、DeepMind 等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关键性人才。那在扩展 AI 云计算的算力资源方面，Meta 也有很多大的动作。它与 CoreWeave 签署了一项高达142亿美元的合约，从现在起一直到2031年，Meta 将获得由 CoreWeave 提供的英伟达 GB300系统的计算资源。在此之前，Meta 还和谷歌的云服务签署了一项为期6年、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约。这些巨额开销日后都会反映到 Meta 的财报中。如果它的营收增速不能大幅跑赢 AI 算力的高额成本，
那么对 Meta 的股价将有巨大的下行压力。当然，查理认为，扎克伯格在签这些 deal 之前应该有过详细的计算，至少他们是觉得砸钱在 AI 云计算和 LLM 开发上的成本，能够通过未来收入的增长弥补回来，甚至还可以加倍获利。在 AI 时代，Meta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它自研开发的开源大语言模型 Llama 系列。Meta 在2025年初发布了 Llama 4的两个版本，可以处理文字、图片、视频等不同类型的指令。然而，它的名为 Behemoth 的更大规模版本，在一些推理数学任务中表现未能完全达标，因此被延迟发布。根据最新的消息，Meta 的下一代大模型 Llama 4.x 可能在2025年年底正式推出。为了支持 Llama 模型的庞大计算需求，Meta 已经开始测试自研的 AI 芯片，以减少对英伟达 GPU 的依赖。它与台积电展开合作，计划在2026年将其用于训练和推理的任务。总体来说，Meta 的 Llama 大语言模型表现没有 OpenAI 的 ChatGPT 或者 Google 的 Gemini 那么亮眼。它在开发过程中还是碰到了不少的问题，但是有了自己的 LLM，Meta 才能在日趋激烈的 AI 军备竞赛中，始终保持在第一梯队里，而不会被谷歌、微软、特斯拉这样的科技巨头拉开太大的差距。但在 AI 应用之外，Meta 于9月30日开始发售它的新型智能 AR 眼镜，售价在$799以上，仅限于美国的部分商店发售。这个 Ray-Ban Display 的新型号，在右侧眼镜片的内部有一个小型彩色显示区，用于显示导航、通知、字幕翻译、AI 视觉效果等内容，也是科技感满满的新产品。好，聊了这么多 Meta 的新闻，我们来看看它的基本面。首先，它的本益比 PE ratio 并不高，只有26，比标普500指数28的 PE 还略低了一些。在市值万亿美元以上的科技巨头里面，和谷歌一样，属于本益比最低的那档。1年后的前瞻本益比也只有25.2，PEG 更是只有1.5，完全没有被市场追逐的狂热。如果我们看 Meta 的 EPS 在2025和2026年的增速，会发现它在今年的 EPS 维持了18%的高增速。然而，到了2026年，Meta 的 EPS 增速会明显放缓，只有6%，远低于标普500平均12%的年增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的股价在25年年初被热炒。然而，到了25年的下半年，市场担心 Meta 在2026年 EPS 增速放缓。使得 Meta 股票出现了横盘整理的情况。但是，查理认为，随着 WhatsApp 的商业化以及 AI 应用提高 Meta 的广告价值，我们很可能看到，在25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财报中，扎克伯格提高对2026年营收的展望。届时，Meta 的股价很可能再度起飞。那现在 Meta 的股价徘徊在$720到$730的区间，和今年2月份$716的价格处在差不多的位置。但是 CRI 投资系统日前对 Meta 的股票给出了绿色的看涨信号，这意味着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在接下来3个月内看到 Meta 股价又有持续向上的走势。因此，CRI 投资系统建议，如果您对 Meta 股票有兴趣，可以考虑把资金分成2半，一半用来以当前$720左右的价格买入 Meta 的股票，另一半就在接下来几周时间看看 Meta 如果有小幅回调，就持续加仓买入。从目前情况来看，美股大盘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的，Meta 的价格也很难跌破$690的支撑位，这笔投资的风险性应该说是非常低的。查理的 CRI 投资组合是在10月2日以$723的均价重仓买入了 Meta 的股票，占了总投资18%的比重。目前，Meta 是我的第3大持仓，仅次于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以及比特币 ETF IBIT。查理会持续持有 Meta 的股票，期待它在接下来几个季度给我们带来惊喜。那华尔街的分析师对 Meta 还是非常看好的，有73%的分析师给出了强烈买入的评级，12%的分析师给出买入评级。华尔街的1年平均目标价是$869，和现在的价格相比，有20%的上涨空间。总体而言，
市场还是看好 Meta 股票在26年能够持续上涨的动能。好，关于 Meta 如何用 AI 驱动广告收入，我们就聊到这里。这是一家靠信息流赚钱的科技巨头。但接下来我们要将目光投向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医药健康。我们要聊聊如今全球市值第一的制药巨头礼来公司。其实早在8月18日的节目中，查理就已经对礼来的基本面做了深入分析，并且分享了我重仓买入 LLY，甚至加码了带2倍杠杆的 LLYX 的操作。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在8月中旬买入礼来呢？这是因为李来在8月7日发布了他的临床3期口服减肥药的数据，仅仅因为新药的疗效稍微比预期低了那么一点点，就被华尔街上演了砸盘的把戏。LLY 的股价从760美元单日暴跌15%，跌到了630美元的低点。很多只看技术面的投资朋友就认为李来跌破了700美元的强支撑，已经破位走空了，就纷纷割肉止损离场。然而，查理因为在制药行业工作过多年，对于各大药厂的新药管线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我十分清楚，李来不仅在减肥药这个赛道是绝对的王者，而且他还在治疗阿兹海默症、帕金森症、免疫学和癌症领域都有极具竞争力的新药产品即将面世。同时，LAY 股票的基本面也很强劲，EPS 年增速高达74%。PEG 只有0.6左右，完全有微型反弹的可能性。因此，查理在8月12日大举买入了 LLY 和 LLYX。当时李来的股票占到了我总仓位的30%，属于绝对的重仓。我耐心持有了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直到10月1日传来川普政府开始和各大药厂，特别是辉瑞达成协议，承诺其上市的新药和其他发达国家保持一致，从而获得3年的药品关税豁免期。那李来的股价也趁着消息面的利好，单日暴涨9%，股价从750美元飙升到820美元以上的位置。查理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止盈了大部分 LLY 和 LLYX 的仓位，其中 LLY 获利27%，LLYX 更是达到了60%的惊人收益。这笔交易完全源于我对李来公司的基本面有很强的理解和信心，没有任何投机的成分在里面。当然，查理预计接下来李来的股价在盘整之后，还可能继续向上突破，来到860美元以上。没办法，因为 LLY 的 EPS 增速惊人，它的减肥药成长神话完全不输给英伟达或者 Oracle 等 AI 科技巨头。那除了买入 Meta 以及止盈李来之外，查理最新的投资是在9月25日以62美元的低价买入了比特币 ETF IBIT。我在9月23日的节目中深入分析了为何看好比特币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表现。那么短短1周之后，IBIT 的投资已经有超过8%的盈利。查理会继续持有比特币 ETF，期待它在2025年收官，还有持续向上走高的趋势。在10月2日，我又建仓买入了3只小型公司的股票，它们分别是 Pinterest、CRTO 和 PayPal，仓位都不重，都在2%以下。查理看好这几家公司在接下来几周有微型反弹的趋势。以后有时间我们再专门聊聊这些小公司看涨的原因。接下来是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在10月3日给出的美股、黄金和比特币的仓位配置以及个股推荐。我的 AI 投资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股票市场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大宗资产价格波动等等，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目前 CRI 投资系统把80%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或者有上涨动能的个股，另外20%的资金则分配在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 上。这是因为股票和大宗资产市场当前给出的还是绿色看涨信号，系统不建议查理过早止盈，而是建议继续持有手中的股票和比特币资产。当然，现在美股大盘、黄金和比特币 ETF 的价格都高于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可以更多的考虑投资个股。当前可以买入的3只股票分别是 CSLLY、Figma 和迪士尼的股票。价格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好，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构成投资建议，
您觉得 Meta 的股票在接下来3个月会不会有强势的表现？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股票会有增长潜力？请您在评论区分享您对当前美国股市的投资看法。如果您觉得我的节目对您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期待得到朋友们的反馈和来信。此外，我们的微信投资群已经开通，您可以通过查理斯木频道主页或者视频下方的链接扫描二维码，免费加入我们的投资大家庭。祝您生活愉快，投资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